嗯，哇，好香哦，锅气！我现在表情没有在夸张，我在外面的年糕没有吃过像你这样先稍微，外面是硬硬的可以嚼的那种锅巴，然后里面又是年糕很糯的那种，哇，味道都进去了。嗯。嗨，野菜就是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的是雪菜肉丝炒年糕。那这道菜呢是小野指定的，我指定的。对，他一直吵着说要吃要吃，很想吃。那年糕呢不是韩式的年糕，是宁波年糕，这个在全联也都买得到，或是一些超市也都买得到。就这种一片一就是对片圆圆的。圆圆的这种中式的年糕。那我们今天是用雪菜，也就是雪里红，来跟它炒在一起。可以的话，这种就是大火爆炒出那个油脂锅气最好吃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跟大家插播一下，就是我们已经开通频道会员啦，那也有制作精美的电子档食谱，你只要到我们的频道页面按下加入的按钮，成为我们的支持者，我们就会在每周发布影片之后寄送最新一期的食谱给你们哦。那记得已经成为支持者的朋友啊，不要忘记到我们频道页面的会员资格中去点击连结，填写你的收件资料哦。那我们就开始料理吧。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姜、雪里红、豆干、茭白笋、豆豉、金针菇、香菇跟宁波年糕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宁波年糕拿去泡水，热水。最好的话就是温水啦。对，好。那一般的常温水也可以，就是让它先泡水，泡软一点。再来呢，我们把豆干跟茭白笋切成条状。我们今天用的是茭白笋，那如果你想要用绿竹笋啊，或者是桂竹笋也都可以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把香菇跟辣椒切成片状，然后老姜切成细丝状。再来呢，金针菇我们切成小段状，然后呢，豆豉我们把它切成末状，切碎。雪菜的部分呢，我这次是买现成的。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做的话，也可以。我之前有教过一集，可以点那边去看看。对自己做雪里红。如果买现成的话呢，你就要吃吃看，就直接这样吃。这个不会太咸，不会太咸的话，就等下就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吃到的很咸的话，尽量还是要泡一下水，一定要让那个盐巴先释放出来，不然你等一下的那个年糕会超咸的。那我这个就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料都备好之后啊，就准备一个锅子，然后倒入一点油。我们现在先来煎我们的年糕。那年糕刚泡好水之后，它现在会有一点软软的了，对，然后就把水倒掉，就可以来煎年糕，把它煎到有点金黄色的。它这样可以等下帮助它入味，然后也会让那个年糕的味道更香。在煎年糕的时候用小火，对不对？对，用小火，不然它一下就会焦掉。煎到稍微这样有点微黄色之后啊，然后它表面有点这样蓬蓬的，然后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先把它拿出来。有一个酥酥的声音的感觉。对，它现在很好吃。再来呢，我们就补一点植物油，然后先把我们的豆干煸到金黄色。我们就放入老姜、金针菇跟香菇，一样也把它煸到金黄。我们就放入茭白笋跟豆豉，把它炒香。现在就已经很香了，这香味真的是不得了哎。然后再来呢，炒香之后啊，我们就把年糕也放进来，稍微拌炒一下。拌炒均匀之后啊，我们就来加入调味料，放入酱油、香油、胡椒粉、五香粉跟糖。
调味料下去之后就转大火，对，稍微大火让它炒出那个酱香。炒香之后啊，我们就放入雪里红跟辣椒。然后为什么这么晚才放呢？因为雪里红它会变黄，晚一点放才可以保持它的脆度跟它的美丽的绿色。炒完之后呢，我们等下再加水，让它熬煮一下。那水要加多少？水大概要加到200ml上下，因为你一定要让你刚刚所有炒过的食材，利用水把它全部的味道释放出来之后呢，你再让年糕去吸那个等于是高汤的概念。如果我今天准备的量比较多的话，基本上我就是看大概半腌过它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反正就是腌过它才可以让它吸回去。对。收拾的差不多之后啊，我们就开大火，让它整个完全收干。然后咸度的部分要稍微自己再试一下，因为每个人买的那个雪里红的咸度都不一样。像我这次买的就完全不咸，所以你可能自己要稍微再补个盐巴或者是酱油，就可以起锅啦。开动！我现在表情没有在夸张，我在外面的年糕没有吃过像你这样先稍微煎过的，外面是酥那种有点可以硬硬的可以嚼的那种锅巴，那种米那种锅巴感觉，里面又是年糕软下去那种很糯的那种，哇，好香哦！锅气硬硬脆脆的地方，它尤其的香啊。这个就看个人啊，因为有些人喜欢，像我们喜欢这种口感，不喜欢吃这种硬硬的，那你就可以不要前面这样先煎，就不要煎，就泡水就好。而且你另外加了豆干，另外加了茭白笋在里面，它的口感会比较多不同的变化。豆豉其实也蛮重要的。对，有吃五星的话，你可以去用蒜头去炒。但因为我们没有五星，那如果比较重一点的味道的话，豆豉其实是一个很好替代的味道，它可以让整个味道更浓厚。露比现在做很多料理都很会用先前炼好的菇油，真的不需要再另外加那种提鲜的。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料理手法，先稍微煸一下，在做菜的时候加入，就是一个最单纯、最健康的提鲜剂。好，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